大家好，我是田大爷，乌河有村的地摊风水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会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职业见闻，以及讨论各类冷门罕见的问题，并用我的经验和思维来帮大家一起分析思考这些问题。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请订阅关注。如果有问题可以留言给我，我将用我的玄学脑洞为大家不负责任的分析一番。上次我们说过，这回要谈的是一项上古时期的大型地理风水活动。今天我们的内容和几位古代的圣王有关，帝舜、上甲威和周文王。帝舜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尧舜时代的圣王，传说以德行修养而著称，是孔孟谈德行修养时候最推崇的人。24孝的第一孝就是他的故事。虽然事实上舜只是东周先民塑造的理想圣王形象，但是关于舜耕历山的活动记录却是有史可循的。战国竹书《宝训》就记录了周文王临终前给周武王讲述的2则故事。一个故事就是关于舜耕历求中，意为灭姬，得地中，身滋备的事迹；另一个是商汤的6世祖上甲威不忘父志，最终求得地中的故事。目的是为了告诫武王要执中受命的道理。所以舜耕历山其实肩负着一个重大的任务，就是寻找地中。那什么是地中呢？什么是执中呢？这些圣王们为什么执着于寻找地中，又为什么要执中而受命呢？我们先看看周公是怎么描述地中的。他说：日至之井，尺有5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合也。你看，这是不是妥妥的一块完美风水宝地的标准？尼玛，真有这么神奇的地方吗？我摆了这么多年的地摊儿，怎么就不知道呢？其实，这是因为古人相信地之中对应着天之中，是天和地建立联系的桥梁，同时也是天地与天子能够顺利感应沟通的地方。所以，要寻到地之中，立中建国，居中而治，才符合天道的规律，才是顺天而行。还记得我们上回讲过的原始时空模型吗？古人在认识时空、构建时空模型的时候，观测对象几乎都是天上的日月星辰。这让古人渐渐意识到，大地之所以能生养万物，都是有赖于天之垂象，也就是天体的活动规律和天上的各种现象，影响和决定着地面物候的情状，比如雷雨、洪水和干旱。而且高高在上的天远是古人触不可及的，所以古人认为天是崇高的，是至高无上的，它掌管着万物，决定着万物的兴衰与生死。天就是中国文化最原始而传统的崇拜信仰对象。我相信你们一定经常听到和看到过这样的声音：我的天哪！我的天哪！老天爷！老天爷都不给面子，老天爷都不给面子。你是老天爷派下来惩罚我的吗？ Oh my god！ 在长期的天文观测中，古人很容易能注意到北天区夜空有一个明显的现象，似乎天上所有的星星都在围着中间的一颗星在旋转，拱极星绕极旋转。这个现象在古人看来，就像是这颗星统领着其他众星，维持着天上的秩序。对比地上的社会结构，地上的人王也统领和安排着部落的一切，人们都围绕在大王的身边。这样对比看来，天上众星所围绕的一定也是天上的帝王，他所居住的位置也就是众星旋绕的天之中央。既然天掌管着一切，地又从属于天，那么地上的人王自然就奉天为祖，而自己成为天之子，受天之命，代天巡守，作为天在地上的代理者，代替天来治理天下。只要得到天的认可，就能到天命，但要得到天的认可，就必须能够与天沟通。如何与天沟通呢？就是能够读懂天象。能够读懂天象的人，就是了解天的人，就是能够制定出历法，颁布天之时令给百姓的人。天文学在当时是最先进的知识，是被王权垄断的，也禁止民间私习天文。因为谁掌握了天文知识，谁就具备了与天沟通的能力，就能受天之命，成为天子。这既是天子的由来，也是上古社会的原始天命观。当时的天子承担着授时的重任，所以想要成为天子，就必须学习和掌握天文，观象授时，主持祭天。《论语》的尧曰篇里，尧曾对舜说：兹尔舜，天之历数，在尔公，允之其中，四海困穷，天路永中。舜亦以命语。意思就是尧在上位的时候告诫嘱咐舜，
天文历法的测算，你一定要亲力亲为，测影的表一定得给我好好端稳了。这里提到的执中的中，既指历表测影，又指居中而治。既然天地居住在天之中，那么天子当然也要居住在地之中，才能够与天相配，天地才像穿在一根轴上，地随天转，天地相应。那么舜通过什么方法找寻地中呢？刚才竹书、宝训已经提过了，就是意为聂基，意思就是使用聂表在不同的地点，通过历表测影的方式测量日影来考求。舜通过不断改变地点，观测和比较每年夏至日那一天的日影长短，来寻找地中。最终舜测得的地中为在夏至日的那一天，历8尺的表，在正午时刻能得到影长为1尺5寸的地方，相当于北纬35.5度附近，山东定陶一带，就是当时的天下之中。别一天逮着人就嘚不嘚的。我家还中呢。我问你，晚饭吃啥？米饭还是面条？我随便吧。没有随便，吃啥快说，赶紧的。那你弄啥我就吃啥。那弄屎给你，你吃不吃？好好，吃面。我的天啊，惹不得。真是猪一样。好，我们继续。其实舜根据表影所测得的地中，主要是南北之中，因为当时夷河夏2大文化还没有完全融合在一起。以太行山为参考，东边是夷，西边是夏。舜所在的东夷受于疆域的限制，所勘测的地中主要是南北之中。也就是说，这个中的定义是相对的。虽然居中而治这个观念大家都认可，但是哪里才是中？这个中是会根据国土范围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当时间来到夏代时，相比尧舜时代，夏代的活动疆域已经扩大了很多。所以在对天下进行地理规划时，上贾威认为当时的天下之中需要重新测定了。最终，上贾威测得的新地中在北纬34度附近，河南登封诰城一带，就是新的地中。不仅测量了南北，还测量了东西，在当时算得上是真正的四方之中了。正是因为这项功绩，上贾威在商代殷人的祭祀中享有着高于商汤和商祖期的地位。古人在认识时空的过程中，诞生了对天的原始信仰，并产生了地之中，对应天之中，像天地居于天之中一样，天子也要居于地之中，立中建国，居中而治的观念。这个观念的背后是天文知识、原始信仰、王权政治三者相互融合的结果，是统治者的政治传统和追求，也是其彰显政权合法性的体现。这就是历任统治者们费尽心力、努力求中的原因。中国之中的内涵也来自这里，因为中字的造字本意就来自于历表测影。而中除了指地理上的中央以外，还具有中正、中和的内涵。因为历表测影时，只有将表历中垂直，测到的日影才准确。表历中央，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又引申对应了阴阳中和的思想。后世儒家中庸的思想正是根源于此。面整好了嘎，不吃一下就坨了。好的，马上就来了。很快啊！关于地中这事儿啊，让我想起件往事儿。我在摆地摊的时候，就整天听隔壁米线摊的退休老干部成天吹北京城里的风水。哎呦，那风水讲究的很，中轴线从那多远的龙脉过来，哇，还要申遗呢。有一天，一吃米线的年轻小伙子听得起劲儿了，结果好奇心萌动，问了个问题，问那北京城的中轴线是根据什么规划出来的。结果老头们赶紧顾左右而言他，有一个用眼睛瞥了我这边一眼，对他说：“问那个摆地摊的。”结果小伙子几口扒完米线就蹲过来问我，我说：“这是个秘密，现在是知识付费年代了，你给我100块钱，我可以考虑一下。”不赚黑心钱，那还是人吗？我一说他，啪就站起来了，很快啊，然后上来就是一个左正蹬，一个右鞭腿，一个左刺拳，我全部放出去了啊。其实，北京城中轴线的规划就是当年郭守敬参考延续了古代原始的营造理念精心规划的。《诗经·庸风·定之方中》里就描述过相关的营造过程。定之方中，魁之以日，景山与经。怎么理解呢？你可以这么来简单理解，在景山上观测出太阳日出和日落的方位，把日出日落的方位相连，就是正东西方向。再做这条线的垂线，焦点就是方中，
也就是这里的地中。中轴线就沿着这条南北子午线画下，城市规划就以这条中轴线为主，对称展开。其实这个做法也就是古人通过定表和游表方式观测太阳，测定东西南北的方法。至于那条中轴线在设计的时候是不是故意偏离了2度，联系定制方中里那句非直野人来看，又是另一个故事了。看看，这才叫堪舆，这才叫讲究。和我们摆地摊这种程度比起来，这格局就不是一个层次，是吧？这种立中而建、阴阳对称的理念，就来自于我们之前提过的古人对于时空对称性的认知和居中而治2种观念的融合。这些规划和建筑理念方式，并非来自于人文艺术的需要，而是源自古人对于时空的朴素认识和对自然规律的原始信仰。从求中到立中，再到居中，整个过程背后蕴含的是顺天而行、应时施政的理念。这种顺应自然规律而行、观天之道、立人之道、人天相应、人天合一的思想，才是风水真正的追求。哎呦，大爷，面坨了！来了！很快啊！既然天文学能够作为王权政治的基础，在上古社会这么重要，你看，像我们只要今天掏出手机就什么都知道了。那社会发展进步之后，后面的天子除了观象授时以外，还能通过什么方式来巩固和维护自己政权的合法性呢？好了，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边，下次我们继续聊一聊中国人道德的起源，以及什么是人文风水。我们下次再会。エレガント、ベリーエレガント。